来吧，薰衣草茶，安神的。阿姨，你说我爸的病到底有多严重啊？不好说，现在只是初期，除了偶尔糊涂，其他时间还算正常。但越往后，发病的频率会越高。到了最后，他可能真的会忘记自己是谁，更别说你和你哥了。就真的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治疗吗？只能是延缓发病的时间，没有根治的办法。其实你爸一早就知道这种情况了，所以他早早的就把遗嘱立好了。我真应该抽时间多陪陪我爸的。我刚才上网查了，说要跟病人多交流，这样他才不会很快的把我忘掉。波儿，你现在应该把全部的心思放在江氏，你必须得趁你爸彻底糊涂之前，把该拿到手的彻底拿到手。都什么时候了，阿姨，你还在跟我说这些？我现在只希望我爸能好好的，别的我都不在乎。我知道你孝顺波儿，可是现在无论你做什么，你爸的病情都不会好转，所以你必须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。我的将来，反正我爸和我哥已经给我打算好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你哥有私生子了，而且是双胞胎。什么？私生子？对，不可能！我在医院看见秦英素了，我托老同事打听，千真万确。秦英素现在就在医院照顾孩子，而且她自称是孩子的妈妈。这秦英素什么时候怀孕的呀？不可能，肯定是弄错了。这孩子当然不可能是秦英素的，她这么上心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孩子是你哥的私生子。就是不知道秦英素用了什么办法，让你哥抛弃了那个女人，他把孩子抱回家自己养着。秦英素是不是疯了？他才没疯呢，他清醒得很。这2年他一直在吃我给他开的避孕药，所以迟迟怀不上孩子。但他清楚得很，在江家没有孩子就没有地位，所以他宁可抱着别人的孩子，巩固他现在的位置。到时候他把孩子往你爸面前一抱，就说是他和江村的。以你爸现在的身体状况，他能不相信吗？到时候这2个孩子可就是江氏的合法继承人了。就算是冲着孙子的份上，你爸也会把公司交给江村的。可是就算秦英素想这么做，我哥也不能同意呀。为什么不同意呀？你以为你哥这么多年对你爸言听计从是为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江家的家产吗？现在你哥摆明了跟秦英素一条心，你爸有个3长2短，到时候被扫地出门的就是你。不会的，我哥绝对不会这么对我的，我相信他的人品。哎呀，我到底说你什么好啊，我的傻孩子！人是会变的，就算你哥小的时候疼你，可是现在他有秦英素，有他的孩子，人家才是一家人。你本来跟他就没有血缘关系，到时候秦英素一挑唆，你哭都来不及。不会的，绝对不可能，我哥绝对不是这样的人。阿姨，你别说了，我实在是不想听，你说的这些东西我根本都听不下去。哎，博儿，英素啊！哦，先生，英素出去了，没说去哪儿。哦，她的手好点了吗？哎呦，不太好。刚才下楼的时候，我看她不小心碰了一下，疼得直冒汗。
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姐，是你派人袭击江村的，对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都听见了。那个人分明在给你打电话，说你要袭击江村，才不小心误伤了我。小芝，姐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怎么会把你牵扯进来。你承认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你知道蓄意伤人是要犯法的。都怪我，我真是糊涂。你说我吧，你骂我吧，我做错了。姐，你为什么要伤害江村呢？他是你的丈夫，孩子的父亲，你怎么下得去手啊？你说呀，为什么？我怕江村知道你的存在，我怕他知道我们俩互换身份，我真的害怕呀。他要是不接受我，万一也不接受孩子，再知道我不能生育，孩子也活不成，我在江家怎么待下去啊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小芝，都是我不好，我鬼迷心窍，我自私。姐，你可真是糊涂。撒谎是小事儿，江家知道了，大不了我们可以解释，我们可以赔罪。可是你现在是在犯法，是要坐牢的。小芝，姐真的知道错了，姐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做错事儿了。我求你了，你就原谅我好吗？小芝。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喽，看了1个小时了，有什么可看的？还是你对我好啊。你知道吗？我除了你以外，我没有朋友，确切的说，没有亲人。别瞎说，你哥和你爸都是你的亲人，他们虽然跟你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我看得出来啊，他们还是很关心你的。想说什么就说吧，反正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会反驳我。没什么，说了你也不懂。你今天怎么了？装深沉啊？你相信你的亲人会算计你和背叛你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有些事不管你相不相信，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。可我不相信。那是你不愿相信罢了。我曾经喜欢过一个女孩，很喜欢很喜欢，但后来有人告诉我，她背着我跟别的男人在一起。可我不相信。我想尽办法找她，为了她，我差点跟我妈断绝关系。可最后怎么样了？最后她亲口告诉我，她真的劈腿了。所以如果你一定要问我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太相信一个人的结果，只能是自己受伤。那你现在还喜欢他吗？没关系，我不会骗你，也不会劈腿，所以你可以相信我。哎呦，你这都看了100遍了，还看呐？
我只见秦影素吗？没有，不过他见安一秋了。我看见安阿姨和宋太太一块赴的约，还给他号脉，说什么3年抱俩没问题。霍芝不会怀孕了吧？我去你的！即便她是当年在高架桥上救我的女孩，你现在这种情况，我可能跟秦素的妹妹好吗？对，确实不适合现在这种状况。等状况合适了，你还说？开个玩笑。闭嘴！喂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我打了一上午。我刚忙完，你找我有事吗？ OK， 你在哪儿？定位发给我，待在原地别动。你最近好像爱上开车了。与其听你絮叨，我宁愿开车。你早说来医院的话，我自己就可以来的。哎，你要是能来，早就来了。长这么大了，还像一个不敢见医生的孩子。没有，其实也没有伤。这还不严重吗？你的意思是，软组织挫伤了，对吧？韧带也撕裂了。听大夫的吧，从现在开始，我陪你一起做复健。哎呀，我自己就可以的。你的手是因为我伤的，我应该负责任。我不用你负责。如果我偏要负责呢？咱们走吧。好，我等我回送。好。疼吗？啊？有一点。能坚持做完吗？来，加油！这组做完。好，我会送。送。钱。来。哎，很好，很好。再来。不错。嘿。哎，好。你干嘛呀？你耍我？当我是狗啊？你可别美化自己啊，狗可比你聪明。哎，这招我从来没骗过狗。我不玩了。别呀，还有好几个呢。来，坚持一下。哎。对不起，秦英素，你对我有意见，你可以直说，你用不着耍这种阴招。不是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婉儿，你嫂子确实不是故意的，我代她跟你道歉。你替她跟我道歉？啊，也对哈，你们才是一家人。今天砸我的是个球，明天指不定是什么呢。婉儿，越扯越远了。我说的什么你心里清楚，哥。你现在有老婆有孩子，还会在乎我这个一点都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吗？啊？你说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啊？谁有老婆有孩子啊？可能爸的病对他压力太大了，你别跟他生气。你今天也奇怪，这反过来帮他说话。有什么奇怪的？不是你让我对他好点吗？我去睡觉了。马杰，哎，快给我煮咖啡！我今天上班不能迟到，快去！来了啊！你能不能别吵我啊？博儿，你能不能稍微等一会儿？我在给罂粟榨汁呢。太重要，我重要，是我先起的，你好歹也应该先跟我弄，再给他弄吧。他在被窝里呢，着什么急呀？ 罂粟，你先等会儿，我马上就过去。 罂粟，你先等会儿，我马上就过去。 罂粟，你先等会儿，我马上就过去。
没有啊，英素跟先生去跑步了。跑步去了？啊，步去了。好，加油，快了，坚持住啊！哎，江先生又出来锻炼身体了。对，太太跑步还是第一次见呢啊！是啊，慢点跑啊！怎么回事？跑不动了，我不跑了。你平时容易受伤，就是因为你心肺能力弱。我现在就是提高你的心肺能力。谁说我总生病啊？我给你数数，谁在这个浴池里边洗个澡就能摔倒？是谁啊？整天在包舱的时候能烫着手？是谁？哎，行，我跑还不行吗？哎，不就从这儿跑到家吗？啊，我一定会坚持住的。真的？行，你要是一口气跑到家，我回去让你少做一组康复训练，怎么样？用不着，我才不会让你看扁呢。要不然，咱就比谁先跑到家。哎，你偷步！哎呀，干嘛让着我？我又没要跟你比赛，你能跑回来已经不错了，太拼了反而不好。算你有良心。行了，一会儿洗澡的时候带上这个，担心着凉。走吧。走。现在你哥摆明了跟秦英素一条心，你爸有个3长2短，到时候被扫地出门的就是你。不会的，我哥绝对不会这么对我的，我相信他的人品。哎呀，我到底说你什么好啊，我的傻孩子！人是会变的，就算你哥小的时候疼你，可是现在他有秦英素，有他的孩子，人家才是一家人。你本来跟他就没有血缘关系，到时候秦英素一挑唆，你哭都来不及。江总，有什么不满意吗？有几个设计上的细节，跟我们的图纸上不一样。是这样的，我在建模的时候有了一些新的想法，所以就做了一些调整。陈立生，你要知道，我们是这个项目的甲方，这个项目是我们要求的，你明白吗？任何一个小的细节直接影响它完美的呈现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作品，你需要先跟我们沟通。对不起，江总，我以为你以为？请原谅我说话直接，我承认你很有才华，你的设计我也非常满意。否则，即便博尔这么力挺你，我也不会用你。但是，一码归一码，不代表你就有权利未经我们甲方同意就擅自修改它任何一个细节。我希望这样的事情只有一次。好，我会修改回来。可以有戏有戏。今天下午2点的会照常进行。我陪霍之做完了康复再来。那你午饭怎么办？哎呀，买个三明治吧，回来的时候开会吃。不是做复健有专业的医生在，你去干什么呀？我干瞪眼，我乐意行吗？作为秘书，这事你听我的。行，我知道，都听你的啊。博儿，我哥呢？他有事出去了。他去哪儿了？怎么那么大的火啊？谁惹你了？我问你，我哥刚才是不是狠狠地骂了陈令生一顿，还要他重新做那个模型啊？没有啊，就是说了几句。这陈领生擅自修改方案。你知道陈领生那个模型做了半个多月呢，他让重做就重做呀。博儿，这是公事，你别带个人感情。
我哥才在公私不分呢，他就是不想让我跟陈岭生接触，才各种挑毛病。你说他去哪儿了？你这样我可不敢告诉你。拿来，让我看看行程。不行，不是，哎，你不能看这个，这是绝密。不是，这没有。医院？还去医院干嘛啦？我哥呢？啊，去帮我拿水了。你行啊，之前是装失忆，现在是装受伤，你能不能换点新的花样？我看都看腻了。博儿，我怎么招惹你了？我又没让你来，你不想来你可以走啊。你别以为我哥对你好一点，你就能在江家为所欲为。说到底，我是江家的人，你休想把我赶出去。江博儿，你越来越过分了！我什么时候要赶你出江家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要不是看在爸的面子上，我怎么样？哎，我警告你，别以为你有孩子你就了不起，我不会认输的。放手！你干嘛呢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哥，你为他骂我是吧？他手上有伤，你是想把他伤到了残疾了，你才高兴是不是？行了，你别在这儿吵了。你少在这装可怜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哥不会这么对我。你闭嘴！来，拿着，我不回来，哪也不许去。来，你跟我走。怎么？我说话没听见？博儿，这都第几次了，啊？那是你嫂子，我今天需要你郑重其事地跟我承诺，今后不要再欺负她了，不要再胡闹了，好不好？我胡闹？那你呢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否定陈岭生的设计？你知道他那个模型做了多长时间，花了多少心血吗？那你就可以把气撒在他的身上吗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。陈岭生，他擅自修改了一些设计的细节，我当然有权利让他改回来。他只是希望这个设计更完美，他没有错呀。他设计的好与不好，不是他说的算，是公司说的算。他作为一个专业的设计师，起码应该知道这一点。他起码应该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做，什么东西不可以做。他的这些所作所为，真的让我觉得很业余。他所有的设计都是问过我的，是我同意了的。那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你经过公司的董事会同意了吗？啊？博儿，你要知道，我们这次在上海建的这个5星级宾馆，直接代表江氏日后能不能进军上海，直接关系到我们江氏今后的命运，这不是闹着玩的。你总是跟我说什么？设计的决定权都在江氏集团，我看这从上到下都只有你一个人决定而已。对，你不喜欢我跟陈岭生，所以你就假借爸的名义打压他，不让他中标。他只不过是在这些小的地方做了一些小小的修改，你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，哥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那我应该怎么想？哥，你真的变了。以前你看不得我这么伤心难过，我喜欢的你也都会送给我，更不会因为一个秦英素就这样对我。我真的是看错你了。想说什么就说吧。你开车好像顺畅多了，路上都没生气，你发现了吗？因为有更烦心的事要想。
没时间生气。其实我一直也不明白，为什么博儿这么讨厌我。其实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刚来江家的时候这么讨厌我。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就感情不和了吗？那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呢？我是说，你看我刚失忆的时候，对你戒备心也挺强的，觉得你不是好人。可后来慢慢的发现，其实你也没那么差。所以，我觉得是你以前跟……我是说，可能是以前咱们俩缺乏了解，缺乏沟通。以后多多沟通，多多谅解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会吗？当然会啊！你和我还有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会快快乐乐的一起生活下去。当然，一定会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正要给你打电话，你就来了，真巧啊！店里刚刚进了件新款项链，特别适合你。不用了，我今天赶时间。哎，那你要不要试一下给你改好的戒指呀？几分钟就好了。戒指？什么戒指啊？这个戒指上次您试戴之后，虽说不喜欢，可江先生还是偷偷买了下来。就尺寸有些大，让我们改了改，可他一直没来取。正好今天遇见你，你先试试吧。哎，不会吧？我们明明是按照江先生给的尺寸改的呀。其实本来我是知道你尺寸的，可是江先生说你瘦了。没关系，我最近体重变化有点大，这个先放你这儿吧。可能江村想给我一个惊喜。哦，哎呀，那我又破坏江先生的浪漫计划了，真是对不起。我说了没关系，不要告诉江村我来过。哦，哎，那戒指还要不要再改一下？不用了，说不定过2天我又能戴了。火之，这上面的人是我，江村的妻子也是我，这一切都是我的，别人抢不走，你也不行。罂粟，罂粟，哎呀，你怎么不敲门啊？罂粟，你快下去看看吧，博儿跟先生吵起来了。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博儿闹着要离家出走。以前他们吵是吵，可是从来没这么闹过呀。行，我下去看看。别拦着我，反正我在这家里也没有位置，我走还不行吗？今天是我语气太重了，啊，我给你道个歉行不行？别闹了。你把我当3岁小孩是吗？随便哄2句就完事儿了。你错了，江村。我告诉你，这次我走定了。看见你们我就恶心。江博，怎么说话呢？行了，你少说2句吧。行啊，现在配合的越来越默契了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一心想着把我从江家赶出去是吗？好啊，我就如你们的愿，我走。博儿，什么臭脾气！哎，博儿，博儿，别拦他！博儿，别拦他，让他走！惯了你毛病。你真是的，你怎么不拦着他点呢？他有地方住，实在不行找安阿姨吧。他跟安阿姨熟吗？哎，马杰，为什么博儿跟安阿姨特别熟啊？博儿很小的时候
抱到江家来，一直都是安医生照顾的。时间长了，久了就有感情了。也许博儿早就把安医生当做自己的母亲了。所以，如果博儿想让安阿姨做点什么事情，安阿姨也应该不会拒绝。其实啊，是你爸让我给你号号脉，调理调理。老爷子急着抱孙子呢，来吧，我来先给你把把脉啊。来。没事儿，挺好的。你这身体3年抱2个都没问题。我说的什么你心里清楚，哥。你现在可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，还会在乎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吗？难道安英秋发现什么了，然后又不告诉博儿了？姐姐说的对，我真是太心急了。可是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待的时间越久，我就越舍不得离开这儿。阿姨，这个丝巾啊特衬脸色，就像专门为您定制的一样。你戴上这个丝巾呢，加上我送你的包跟连衣裙，一出门绝对艳压群芳。是吗？哎呦，你看你这孩子，一来就给我买那么多东西啊！我其实平时也不大出门的，这些也不大用得上。谁说的？您气质这么好，当然需要这个了。陈领生他们不懂的，以后你喜欢什么的话，尽管跟我说啊。哎呦喂，还是你贴心的，来坐坐坐。哎呀，当初啊，阿姨就想要一个女儿，可是你陈叔叔啊喜欢儿子，不过现在也挺好的。要是你跟我们家领生结了婚，我不是又多了一个女儿吗？那我又多了一个亲妈，真好。你又胡说什么呢？说说都不行啊。就是，我都不着急，你急什么？走。干嘛呀？有事儿。我跟阿姨说话呢。去吧去吧啊！你们聊啊。好，那阿姨我先过去了啊，我不打扰你们啊。你不用担心我把你妈哄高兴了，你也不用不好意思。我花钱大家都开心，我还求之不得呢。江波，你不用在我面前嘻嘻哈哈的，你心里面肯定有事儿。谁大晚上商场关门去扫货？除了发泄，你还能干嘛呀？说吧，到底怎么了？你看你把我说的，你妈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呐。不对吧？你心里面肯定有事儿。和家里人吵架了？陈领生，你现在开始关心我了，开始担心我了，是不是？我哪有啊？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是很久很长，说希望能够给一战到底这个阶段的选手啊送上战靴。我觉得这个很有创意啊！哎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走啊？我去看看他。人家年轻人说说笑笑话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在想，有哪些老朋友，有哪些老对手，这种。好，睡觉睡觉，睡觉去。江波，都这么晚了，送你回家吧。睡了。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呀？吓死我了！你别管了，我把他叫醒。看他睡得那么香，我都不忍心叫醒他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呢就在客厅的沙发上睡，就让他在这里睡。妈，这合适吗？
你没觉得什么不合适啊？反正早晚她都是你老婆。胡说什么呢？哎，我教训他吧。哎，出去。外面风这么大，你怎么又跑出来了？保姆呢？我还能自个儿走，用不着人看着。你明知道我们是为了你好。上次那个事情委屈你了，问题是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事，我知道那个起因因素应该没给你好脸色看吧。我不会跟他们计较的。这几天我仔细想了想，以后孩子们的事情你就别管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在我江家做了30年的家庭医师，也累了，就到我为止吧。那江春我会告诉他，以后江家的事业他来掌管，我就不过问了。你是在通知我失业了是吗？怎么会呢？你还有诊所啊。再说，我也会留一笔钱给你。你明知道我要的根本就不是钱。你知道，我能给你的也只有这个。还有事吗？你让我去办的事儿，我已经办好了。我特意托了医生加急处理的。真的要去验 DNA 吗？有些事终究是要做的。你想好了吗？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多少清醒日子了。临死之前，我一定要知道真相。好，我去。我看还是算了，毕竟你养了他那么多年，是不是亲生的已经不重要了。啊。
说了啊，孩子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，不过还得请个护工。要我说啊，英素，你就应该把那个酒店给退了去，1天1000多块钱呢。哎呀，咱得省着点钱花，这孩子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。妈，你就别管那么多了。我不管谁管呀？这黄家文脚底抹油就跑了，我要是再不管你，还有人管你吗？妈，我不是说了吗？孩子以后都是我的，少给我提那个人。我倒是不想提呢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我都想好了，我打算回江家。回江家？那这孩子呢？孩子怎么办啊？孩子当然不能带回去了，而且绝对不能让江家人知道孩子的存在。妈，你去安排一下，等孩子可以出院了，就找个靠谱的亲戚送回老家寄养一下。也行，这倒也是个办法。妈，你可记住了，钱可以多给，但是嘴一定要严，绝对不能说出来孩子是我的。这个你放心。我就是担心那个霍之，你说他要是不肯换回来，或者狮子大张口，那可怎么办？这个你放心，他是不会的。妈，其实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，我之前一直都骗你，其实霍之就是我妹妹英华。什么？哎呀，我也是爸临终前才告诉我的。他说妹妹没死，被他送到了福利院。他一直不敢告诉你，就是怕你去找他，所以才骗你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那你为什么还要骗我呢？妈，你想啊，爸这么做也是对的。当年要不是爸爸把妹妹送到了福利院，以咱家当时的条件，妹妹留在家里也是死路一条啊。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妹妹病也好了，咱们一家人又可以团聚了。我就说，怎么能有长得这么像呢？那你之前干嘛要骗我？那是因为霍之啊。我刚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特别的恨你跟爸，所以我就没敢说。能不恨吗？是我跟你爸对不起他呀。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他已经不恨你了，所以我就把事情的真相赶紧告诉你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，妈？我得去找英华去。你去找他干嘛呀？你们俩一见面一激动，叫江家人看见怎么办呀？哎，你听我慢慢说啊，我都计划好了，只要我一回江家，就把妹妹送出国，咱们好好的补偿她。我们这一家子刚刚团聚，你怎么就要把她送出国呢？妈，你得为妹妹着想啊！你想，她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，没学历没背景，她以后怎么办呀？我当时是家里条件不行，所以我才早早的出去挣钱。现在只要我回到江家，我就有能力让妹妹过上好的日子。再说了，妹妹的梦想就是出国留学，咱们得帮她呀。是得好好补偿她。但是我现在就是担心，她跟你一样，一想到一家团聚就不想出国了。可是妈，咱们是为他好，为了他的前途着想，你可得好好劝劝他。那我就跟他说去。